上期说到，北极冰海之下，白色怪物被炸成碎片，日语烙印揭开惊天内幕。749局深入敌后，台湾百年凶宅暗藏连环血案，3任屋主惨遭割喉，门窗反锁，凶手凭空消失，派对偶遇混血美女，他究竟是敌是友？接下来请继续聆听。就在我心中有些吃惊的时候，对面的罗琳也惊讶地微微张开了嘴，随后脸上浮出笑容，远远对我招了招手。果然，当我们来到 Z 先生身边的时候，只听他向我们介绍道：“各位，这位就是这次事件的真正委托人，也是我的朋友罗琳。”听了 Z 先生的介绍，张默直接开口道：“阿伦呢？不用介绍了，这位我们已经认识了。”Z 先生稍微愣了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真的吗？我认识阿林，好像是在阿莫你离开台湾之后的事情了。你怎么会认识他的？”罗琳点了点头，对 Z 先生笑道：“我们是刚刚才认识的，还记得我之前找你要了一件 T 恤吗？喏，就是给这位林先生的。”Z 先生看向了我之后，才恍然大悟道：“哈，难怪我觉得林先生的衣服怎么有些眼熟啊，原来你刚才弄脏的就是他的衣服啊。”大家互相笑了笑，见到我们都已经认识，Z先生便不准备再多介绍了。不过在这个时候，我却看到林千怡忽然对张默耳语了一句，随后就看见张默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阿伦，阿林是你女朋友吗？”听到他的问题，Z先生很是有些尴尬的：“不是啊，阿默，你可不要开玩笑啊，这里人那么多，传到媒体那边可就糟了。”他随后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罗琳。原来罗琳如今还只是一个刚入行的模特而已，但他的经纪人却恰好是 Z 先生的朋友，两人有幸接触了几次之后，就发现互相之间很谈得来。Z 先生并不因为罗琳还是个新人而瞧不起他，罗琳也不会因为 Z 先生已经是大明星而对他有所畏惧，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算是谈得来的好哥们儿，距离男女之情则差得远了。听到 Z 先生这么一解释，林千怡顿时回头对我笑笑，我心里更是有些不开心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刚才张默的问题原来是林姐在背后指使的，她多半是怕我以为罗琳是 Z 先生的女朋友而感到失望，于是主动让张默替我问了问。虽然罗琳的确是有些让我心动，但比起她是不是 Z 先生的女朋友，我其实更关心的是林姐对我的态度啊。这时候 Z 先生又说道：“说起来，阿莫你看没看到我的新女朋友吧？她今天又通告，要晚一点才会到，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好啊。张默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随后说：“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阿伦，给我们找一间安静的房间，我们要听听罗小姐那边的具体情况。”Z 先生立刻点了点头，便领着我们进了别墅，替我们找了一间隔音效果比较好的房间。大家落座之后，张默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地说：“罗小姐，虽然我已经听阿伦说过你的事情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再听你本人说一遍有关你父母所买的新房的事情。尤其是我听阿伦说，在我们来之前，你已经找过几个台湾大师去过那套房子了，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提到那套房子，罗琳的脸色便凝重起来，然后他便一五一十地向我们说明了整件事情的全部过程。罗琳所讲的前半部分内容基本上和我们从 Z 先生那儿听到的差不多，因此这里就不再细说。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张默曾经说过的，在发现房子可能是凶宅之后，罗琳托人请来的几位大师他们在那栋别墅里的遭遇。都说中华正统在台湾，当年那场大战之后，大陆上的确有不少能人异士、道家之人也逃到了台湾，他们的到来让一些已经在大陆失传的道术得以保留在了这里。
因此在亲自前往别墅实地考察之前，张默也很想从罗林那里打听一下这些同道中人的看法。不过当听到罗林起来的几位大师的名字后，张默却摇了摇头说：罗小姐，这些人都是谁给你介绍的？他们不过是一些略懂道门皮毛的家伙而已啊，莫说大师了，连我们龙虎山的一个小道士的道行都不如啊！你请他们来，也难怪搞不定这件事情了。罗小姐有些吃惊地说：张先生说的是，我起初只是托人随便请了一位大师念法作咒，在那位大师离开之后，又担心遇到骗子，便请了第2位、第3位大师。可那些大师们到了别墅之后，一个个都说别墅里的凶灵尚未去除，每个人都要我花钱来请他们做法事。我虽然如今事业上发展还不错，有了点积蓄，但也经不起他们一直这样折腾下去。后来还是问了阿伦之后，才知道有张先生你这么个人。可惜那时你已经离开台湾了，所以我便托人找了天师道的一位张香元道长来帮忙。听到这儿，张默点了点头说：张香元张师叔啊，我认识，他倒是的确有些道行。罗林所说的天师道，在当初寻找张默的时候，我曾经听林千怡提到过。所谓的天师道，其实就是龙虎山正一派在台湾的分支。他是当年正一派的第63代天师张恩溥避祸远赴台湾时，在台湾重新开宗立派，以正一派的原名天师道为名，在台湾重新设立的道统。虽然这几年天师道因为接班人的问题发生了内讧，道统逐渐衰弱，但因为当初逃走的张恩溥带了许多道家法门来到台湾，因此天师道内部依然有不少真正有道行的道门高人。因此在听到罗林已经请过张香元道长之后，张默便有些纳闷，既然他都已经出面了，那为何 Z 先生还要把张默找来台湾呢？听到张默的疑惑，罗林解释道：其实会把张先生找来，就是张香元道长给的主意。哦，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呀？张默疑惑地问。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罗林嘟着嘴，随后模仿起那位张道长苍老的语气，对我们说道：此屋有阴气，却无鬼影，似凶宅，却非鬼屋。就是这句话。我虽然不太懂古文，但道长说的这句话我一定没记错。听了罗林的复述，我们都呆了一呆。Z 先生更是已经抢着问：张默，阿林刚才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张师叔的意思是，那房子虽然是凶宅，但房子里面却没有鬼。对，罗林拍手道：张道长就是这个意思。房子虽是凶宅，但里面却没有鬼，这怎么可能呢？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就在今天不久之前，张默才给我们解释了，所谓的凶宅是因为阴灵鬼魂与房子融为一体之后才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凶宅则必有鬼。既然如此，那怎么张默的师叔却说屋子里没有鬼呢？我把疑问抛给了张默，他想了想，却对我们说：不，凶宅的形成并不一定会是鬼的原因，也有可能房子里面受到了什么诅咒。诅咒？听到这儿，我和三胖同时打了个冷战。我和他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深深的恐惧。恐怕三胖也和我一样，想到了上一次的古镜事件了吧。经历了那次的事件之后，我和他都已经明白，比起那些什么幽灵鬼怪，诅咒可是远远还要可怕的多呀。另一边，罗林在听到张默的话后，满面喜容，嚷叫道：诅咒吗？没错，张道长也是这么说的。张先生，你果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原来张道长当初告诉罗林那句文绉绉的话后，就对他说，他家房子的情况可能不是闹鬼，而是另有诅咒。
而对于诅咒，以他的能力已经无法处理，这可是只有天师1级的人物才能处理的难题。但说到天师，张道长却告诉罗琳，如今台湾天师道的64代张天师已经身染重病，不可能替他解决这里的事情了。倒是张天师有一个侄儿，自海外归来，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已经深得天师真传，或许能替他解开自家别墅的诅咒。只不过那位侄儿如今已经离开台湾，下落不明了。当问到那位张天师的侄儿的名字叫张默时，罗琳没有想到世上的事情会有如此之巧，因为他分明记得自己好像曾经从 Z 先生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于是便找 Z 先生打听，之后才有了 Z 先生拜托张默来台湾一事。张默在听完了罗琳的讲述之后，半晌默然不语，才叹了一声：哎，如果真的如张师叔所说，阿林家里的别墅是中了诅咒的话，这倒是有些难办了。Z 先生听了有些担忧道：阿默，难道诅咒很难对付吗？张默解释道：何止是难对付啊，比起怪魅凶灵，诅咒更加令人琢磨不定。普通的除魔之术对其根本不起作用，就算是正一派的天师亲至，若是不找到诅咒的规律与源头，也根本无法破解。在道门之中，这可是最令人头痛的东西了。罗琳听了有些吃惊地说：真的吗？那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三胖插嘴道：要我说啊，罗小姐，你干脆让你父母把这房子卖了算了，台湾又不是只有这么一栋别墅，何苦非要买一个凶宅呢？罗琳为难地说：我也想这样啊，可是我父母偏偏就看中了那栋别墅，不管我怎么劝说都不放弃。这次我被他们叫到国外去，为此还大吵了一顿。你们不知道啊，我父亲其实是澳洲人，又是大学里的教授，因此他对我们中国人的鬼怪之说是一点也不信的。三胖不屑地说：那些老外不是连耶稣都信了吗？啊，凭什么不信我们中国人的鬼神啊？三胖闭嘴！我瞪了三胖一眼，随后问罗琳：那你母亲呢？阿林，你既然是混血儿，那你母亲就应该是中国人吧？她难道也不相信吗？听到我的话，罗琳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笑容虽然美丽，但却含着3分悲哀。我母亲2年前已经过世了，现在的母亲是我的后妈，她虽然也是华人，但却是在澳洲土生土长的，信的也是耶稣。哦，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没事。阿林摆摆手，随后看向张默：张先生，既然诅咒那么难破解，那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我这次回去，父亲他们告诉我，过几天就会来台湾，到时候他们会直接搬进别墅里。父亲是我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了，我不希望他也出事。说到这儿，罗琳从自己的小包里掏出了一叠银行卡，做事就要塞到张默手里。如果是钱的话，我这里虽然不多，但也有20几万台币，张先生你就先拿着，等事情了结之后，我会想办法再多给你的。见状，我立刻把那些银行卡从罗琳手里抢了过来，随后又在他诧异的眼神下重新塞回了他的包里，最后替张默说：阿林呢，你放心，我们大老远来台湾呢，就是为了帮你的。张默也点头道：没错呀，既然你是阿伦的朋友，那自然也是我的朋友啊，不管诅咒有多难对付，我们都会帮你解决的。随后他便站了起来，对我们说道：走吧，既然决定了要破解诅咒，那我们就去那栋别墅看看，那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Z 先生呆了呆，看了看手表后问道：阿默，你现在要去看别墅？对啊，Z 先生指着手表说：可现在已经快午夜了呀，而且派对都还没有结束，要不我们先继续放松下，
等明天再去看看房子也不迟吧。罗琳也站了起来说：“阿伦说的对呀，那栋别墅既然可能有诅咒，我们还是不要那么晚去那儿吧。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的事出什么意外呀。”“不，正因为快到午夜了，所以我们才必须这个时候去。”张默解释道。“午夜是阴气最重的时辰，如果那栋别墅里其实不是诅咒，而是隐藏了某个鬼物的话，那这个时候也是他最容易暴露的时候。在确认房子的问题的确是诅咒之前，我们必须把最后一丝的鬼物作祟的可能性都排除掉。”张默既然已经如此说了，Z先生也不好说些什么。他又问了问罗琳，确认他现在手上的确拿着别墅的钥匙之后，便带着我们离开了派对。出于对鬼物诅咒之说的好奇，Z先生也坚持要与我们同去。张默拗不过他，只能答应。我们一行6人，再加上 Z 先生找来的2名保镖兼司机，一共8个人，分别坐上了2辆轿车。照我的想法，我们4个749局的人应该坐在同一辆车上，趁着去往别墅的路上，最后商量一下这次的行动。但让我尴尬的是，不知为什么，林千怡和张默选择了与 Z 先生坐一辆车，而把我和三胖还有罗琳小姐配到了一块儿。上车的时候，三胖更是直接抢了前排的位置，随后指着后排罗琳小姐身旁的位置，笑嘻嘻的让我坐了上去。在车上，三胖因为刚才酒喝多了，一句话也没有，开车的保镖也一声不吭，紧紧盯着前面带路的另一辆车。我一个人坐在罗琳身旁，只能尴尬地看向窗外。行着半路，罗琳突然低声问了我一句：“49，我知道张先生是龙虎山的人，那你呢？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和你的朋友是做什么的。”我回过头，看到在车里微暗的光线下，罗琳的大眼睛正闪闪发亮地看着我，只把我看得有些面红耳赤。不过尴尬之下，我还是没有忘记当初说好的身份。我和他们是香港道教协会的，因为张默担心他一个人搞不定这次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来帮忙啊。哦，那么说来，你也是道士了？我慌乱地点了点头，却不知罗琳是从哪里看出了破绽，突然对我说道：“你骗人！实际上除了张先生之外呀，你们几个不可能是道士。”我有些惊讶地说：“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呀？”罗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因为味道。我请了那么多大师来我家，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闻到淡淡的香火味，但你们身上却没有。”我坐直了身子：“不可能吧？那张默呢？虽然很淡，但他也有，我怎么就没闻到过呢？因为女人的鼻子可是比男人敏感多了哦。”罗琳笑了笑，随即便正色道：“49，能告诉我你们到底是谁吗？”这个，我看了下坐在前排的三胖，却发现这小子好像是睡着了，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啊。我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幸好这个时候车子停了下来，坐在前排的保镖用闽南语和我们说了一句，意思好像是已经到地方了。见状，我连忙伸手去把三胖拍醒，随后便逃也似的钻出了车外。罗琳父母所买的别墅位于台北郊外的一座半山腰上，这里四面环山，风景极好，就是有些偏僻，距离最近的一户人家也有20分钟的路程。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和 Z 先生之前跟我们的描述差不多，不过这栋别墅的外形却和我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之前 Z 先生曾经说过，这栋别墅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日本人出资修建的，但这里从外表上看去却并不像是那种日式的别墅风格，反倒是和电视里那种有红色的砖墙、深灰色的斜屋顶的英式别墅风格有些相似。后来我听罗琳介绍才知道，别看这栋别墅是日据时代盖的，但那时候的日本人喜欢西方文化，因此连别墅都喜欢模仿欧美的风格。不过这栋别墅的内里布置却完全是日式的，他父母会买下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东西结合的风格。
从车里出来之后，罗琳倒是没有再追问刚才的问题，他先是询问了下张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听到张默说从别墅外看不出什么名堂之后，便拿出了钥匙，领着我们朝别墅走去。至于 Z 先生的那2位保镖，则被留在了车上。从外面看去，虽说已经快100年的历史了，可别墅看上去却并不破旧，只有庭院里的树木有些枯萎。罗琳对此解释道，别看这房子年代有些远了，但其实已经翻新了好多次，尤其是外墙部分，几乎每一个新主人在搬进来之前都会把屋子好好整修一次，再加上这里实际上真正有人居住的时间也不过20几年，因此这栋房子实际上被保养得非常好，这也是罗琳父母会看上这栋别墅的原因之一。跟着罗琳的脚步，我们穿过庭院，来到了房门前。在他打开房门前的那一刻，罗琳忽然停下了手，回身对我们说道：各位，要不要再考虑一下，现在这个时候进去真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吗？张默皱了皱眉头回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罗小姐如果担心的话，我让4九在外面陪你吧。我听了立刻有些不满，张默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这么希望撮合我和罗琳，好让他有机会少一个竞争对手吗？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表示反对，罗琳已经摇了摇头。不，这房子毕竟是我父母的，我有责任和你们一起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说着他便打开了锁，推开了房门，打开了电灯。别墅内部果然如罗琳所说，是典型的日式风格，入口处便是一个玄关以及长长的走廊，房间的地板全都是木质的，走上去不时地发出声音，仿佛稍微用点力便可以踏破似的。而进入正厅之后，别墅里的日本风情就更加浓郁。这里的地面上铺着柔软的榻榻米，通过几个隔间的房门也是那种纸质的拉门。房间里还有许多红木家具，也是非常传统的日本风格。除此以外，在正厅的角落里还有一道已经有些掉漆的木梯通往2楼。三胖在正厅里走了一圈，便问道：罗小姐，你们这次已经装修过了吗？怎么连家具都买好了？罗琳摇了摇头，解释道：这些东西是原本就摆放在这里的，有些是以前的主人买的，有些则听说是当初建造这栋别墅的主人亲自布置的。这别墅的主人，我去，那不都是快100年前了吗？这应该可以算是古董了吧？三胖一边唏嘘着，一边趴在了一张方桌上，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凑过去听了一下，才发现这家伙竟然是在算90多年前的日本家具的价钱。这时候林千怡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她双手环抱住胸口，对我们说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有些冷啊？这先生说：这里已经算山上了吧，冷点也是正常的。不对，张默举起手，警惕地看着四周，随后说：不是山上的原因，是这别墅有阴气。阴气！三胖立刻从桌子上跳了起来，挨着张默站好，随后四下张望道：张主任，这屋里真的有阴气？那有鬼吗？不好说呀，我那师叔说的没有错，这里虽然有阴气，但却没有鬼物出没的踪迹，必须再仔细的检查一下才能知道。说到这儿，张默悄无声息地把三胖往边上一推，随后对我们说：罗小姐、阿伦，你们一会儿不要惊讶，我现在要用一下阴阳眼。话音刚落，就见张默忽然低下了头，几秒之后，当他的脑袋再度抬起的时候，脸上已经出现了巨变。而看到这一变化，虽然已经有过事先的提醒，可是 Z 先生和罗琳还是忍不住惊讶地后退了一步。不要紧张啊，这是张默的特殊能力，他的阴阳眼可以让他直接看到所有隐藏起来的鬼魂幽灵。我在一旁解释道。不过虽然我嘴上叫他们不要紧张，可其实我自己也同样感到有些惊讶，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张默使用能力时的样子。只见此刻的张默2只眼睛的颜色变得极为诡异，他左眼瞳已然变成一片白色，看上去就好像没有瞳孔一样，而右眼则是正好相反，
原本白色的眼白全部变成了黑色，一黑一白，一阴一阳。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张默的阴阳眼还有这种变化。使出了阴阳眼之后，张默先是在四处看了看正厅，随后便开始一间一间的检查起1楼的房间。我们几个人则尾随在他身后，如同跟班一样，把别墅的1层检查了个遍。1楼其他的房间，除了厨房与卫生间之外，都是一样的日式风格，里面除了榻榻米和床之外，空无一物，一眼就能把整个房间扫视个遍。在检查的过程中，张默一句话也没有说，每间房间也只停留了不超过10秒钟。而当所有房间都检查完之后，我们便重新回到了正厅。这时候林千怡问了一句：怎么样，有发现吗？张默摇了摇头，和张师叔对罗小姐说的一样，除了阴气比别的地方浓一些之外呢，这里一切正常。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天花板，道：再去楼上看看吧。说着，张默便朝着楼梯走去，正要踏上台阶的时候，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低头凝视着平铺在正厅餐桌下的一张地毯，对罗琳问道：罗小姐，这别墅里有地下室吗？罗琳大惊道：张先生，你怎么知道的？张默指着那块地毯说：我感觉那里似乎有阴气从地下飘荡出来，莫非地下室的入口就在那里？对，既然张先生已经发现了，那我就带你们看看吧。地下室的入口就隐藏在地毯下。罗琳将地毯挪开之后，一扇木门便随即出现在地板上，把木门打开，里面便是个向下的木板楼梯，能明显的觉到有股凉气溢出来。众人顺着木板楼梯来到地下室，能闻到一股明显的发霉的味道。打开入口处的电灯，下面的空间并不大，基本和楼上的正厅面积相同。而且奇怪的是，这里的地面并不是水泥地，而是类似楼上一样的木质地板，踩起来砰砰作响。地下室里空空荡荡，除了一堆园艺用的工具外，就没有任何东西。罗琳介绍说，这里原本就是个储物间，里面原本也只是堆了一些上任主人的杂物，在他父母买下之后，那些杂物就被全部扔掉了，现在只是暂时用来堆放罗琳父亲用来料理花园的工具。张默睁着那对看起来颇为怪异的眼睛，在地下室来回转了几圈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甚至用他的话来说，这地下室的阴气其实比地上还要少了许多。于是我们又返回到正厅，沿着这里的楼梯重新开始一级一级慢慢的朝2楼走去。2楼的阴气好像比1楼还要浓一些呢。张默扶着楼梯的扶手，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如此说道。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也觉得似乎越往上走，周围的空气就愈发有些阴冷。胆儿小的三胖更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几步穿过了我，就跑到了张默身后。他似乎觉得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张默身边才安全一点。很快就到了楼梯的拐角处，本来还要继续上前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张默忽然停下了脚步，而紧跟在他身后的三胖没有防备，一下子撞在了他背上，发出一声惊呼：哎呦，张大人，你怎么停下也不说一声啊？三胖摸了摸脑袋抱怨道，但忽然间他的目光却凝固在了张默面前某处，紧接着便指着楼梯拐角的墙壁上发出了一声惨叫：喂，鬼呀！我们立刻往墙上看去，却发现三胖所指的其实是一幅悬挂在墙壁上的油画，而那油画里面画的不过是一幅类似全家福的画。什么呀？不就是画吗？我走了过去，仔细看了油画一眼，说道：不过这画还真的蛮逼真啊，简直就好像是照片一样啊。画也能这样吗？这是西方写实画派的画法，罗琳给我们解释道。你们还记得我说的造了这栋别墅的日本人吗？
他其实是一位画家，而这幅油画就是他的作品。依照罗琳说的，这幅油画其实画的就是画家本人和他的家人。油画的背景应该是我们刚刚才去过的别墅地下室，里面的人物则是笑容灿烂的4口之家。中间那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留着一撇19世纪初日本流行的小胡子的，就是画家本人。他身边那位漂亮的女子则是他的妻子。有意思的是，看起来这位日本画家娶的应该是一位台湾本土人，因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子身上穿着的是一套高山族的传统服装，手里则提着一把只有台湾少数民族才会使用的翻刀。而在2个人身前的小孩，自然就是他们的儿子与女儿了。我去，这个画画就画画嘛啊，非要画的像照片一样。三胖拍着自己的胸口，深吸了一口气道：“罗小姐，这画干嘛要挂在这里啊？大半夜的，忽然看到这幅画，我还以为墙上有4个鬼影呢。老实说，你们就不怕被吓到吗？”罗琳说：“这幅画并不是我们挂上去的，事实上，在我父母买下别墅之前，它就已经挂在这里了。估计是以前的几个主人都很喜欢，便把画一直留了下来。”好了，我打断了他们2人的谈话，随后问张梦：“你觉得这幅画有问题吗？”“没有。”张梦回了这么一句，便继续朝着楼上走去，其他人也立刻跟了上去。但在这之后，我却注意到林千怡在油画前停下了脚步。“林姐，怎么了？”林千怡又看了几眼油画，随后摇头道：“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幅画有些毛骨悚然而已。一个全家福为什么要用什么都没有的地下室做背景呢？”“毛骨悚然？”听林千怡这么一说，我再度看了那幅画几眼，但除了对那位日本画家能把油画画到如此像照片而感到有些惊叹外，我却并没有林千怡那样奇怪的感觉。算了，大概是我的错觉吧。林千怡回过了头，继续跟在三胖他们后面向上走去。走到2楼，似乎这里的房间比楼下更多。这样大的房子，据罗琳所说，将来却只有他父母2个人居住，这让三胖听了直嚷嚷着太浪费了。对此，罗琳解释道：“没办法呀，他们以前在澳洲的房子比这里还大呢。要不是我父亲退休了，不想和我分隔太远，他们也不会来台湾居住。”这一次，张默用了10几分钟才检查完整个2楼。在这之后，他带着我们重新回到了2楼的楼梯口，随后身体微微一颤，便靠在了楼梯扶手上。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张默脸上的那对阴阳眼已经恢复了正常，和在杭湖时一样。使用过阴阳眼之后，张默的脸色明显苍白了许多，眼睛也红彤彤的，布满了血丝。Z先生见了，连忙过去帮忙搀扶住他，随后问道：“阿梦，怎么样啊？你没事吧？”张默摆了摆手，告诉 Z 先生，他这只是阴阳眼使用之后的正常反应。随后便将目光转向了罗琳，随后告诉他：“很抱歉，罗小姐，2楼的阴气虽然更浓，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鬼物，所以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们家的这栋别墅恐怕的确是被诅咒了。”这句话听得罗琳心头一颤，立刻冲了过来，抓住了张默的手，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急切地问：“张先生，那你有办法对付这个诅咒吗？”张默想了想，随后说：“想要破解诅咒，就必须先找出引发诅咒的东西。诅咒不会是凭空存在的，你们家里的这栋别墅里很有可能有什么摆件或者东西是被诅咒了，只有找到它后，我才能想办法把这个诅咒破解开。”Z 先生立刻说道：“那我们还等什么呀？立刻开始吧。”这时候林千怡却站了出来：“Z 先生，我不建议我们现在就开始搜索。你也看到了，张默现在的状况很是不好啊。他每次使用阴阳眼之后，身体就会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以他现在的情况，我不建议我们现在就开始搜寻诅咒之物，最好是今天就到此为止。等到明天张默恢复了体力之后，我们再一起过来搜索这栋别墅，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找出来。Z 先生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发现时间已经过了2点，于是他也只能点头对罗琳说道：“阿林，
现在的确太晚了，今天能确认你们家里没有鬼就行了，等到明天我们再一起找找那个引发诅咒的东西。罗琳或许是很急切的希望能尽快解决这栋房子的问题，但他在看了一眼脸色发白的张默之后，最后还是顺水推舟的，那就这样吧。离开了别墅，与罗琳约定好下午2点直接在这里碰头之后，我们便返回了已经预定好的酒店休息。第二天中午，我们在与 Z 先生会合之后，再度出发前往罗琳家的别墅。但是在半路上， Z 先生却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后便告诉我们，事情可能有变了，因为罗琳的父母竟然已经提前来到了台湾了。在赶到别墅的时候，我们果然看到别墅外已经停了不止一辆车子，除了应该是罗琳自己开来的轿车外，别墅外还停了一辆搬家公司的大货车。一些搬家公司的人正从卡车上将一件件行李物品以及一些崭新的家具从车子上搬下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些都是别墅主人的东西，看起来竟然是罗琳的父母今天就准备搬进别墅居住了。见状，我们立刻朝着别墅走了过去。 Z 先生正准备给罗琳打个电话，让他从别墅里出来接我们，就看到罗琳气冲冲地从别墅里摔门而出，而在他身后，一个外国老头和一位华裔的中年美妇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那外国老头看起来怒气冲冲的样子，追在罗琳身后大声说着什么，而那位美妇则不停地在一旁劝解。他们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英语，倒是三胖好像是听得懂。只见他在我一旁低声对我解释道：“四舅哎，那个罗小姐好像是和家里人吵架了。”我眼睛可没瞎呀，我白了他一眼，问道：“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好像是罗小姐不同意他们搬进去，那个老头呢一直在嚷嚷这是他们的家，叫罗小姐不要多管闲事。我咂巴嘴道：“那老头怎么能这么说呢？罗小姐不也是关心他们吗？”三胖解释道：“这你就不懂了，外国人很注重个人隐私，就算是自己的子女也不能干涉他们的生活。”听三胖这么一说，我不禁有些担心，既然罗琳的父母已经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还能进别墅进行调查吗？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罗琳已经看到了我们，立刻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一起过来的还有他的父母。见到我们，罗琳脸上露出很抱歉的表情，对我们说：“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早就回来。现在我父母已经要搬进去住了，张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张默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到罗琳的父亲已经一脸怒意地走了过来。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随后便对我们冒出一句字正腔圆的中文：“你们是谁？”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见这先生已经替我们开了口，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眼力比较差，竟然完全没想到在这时候掩饰下我们的身份，直接便开口告诉罗琳的父亲，他是罗琳的朋友，而我们则是他为了罗琳专门从香港请来化解这栋别墅诅咒的大师。这先生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就见这个白人老头立刻一瞪眼，随后便对我们开口大骂道：“对不起，请你们立刻离开这里，我这里不欢迎你们这些骗子。”我们还没回答，罗琳已经沉着脸回了一句：“爸爸，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说他们是骗子呢？”罗琳说完之后，他的那位后妈也走了过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英文，我让三胖翻译了，他是在劝说罗琳，说中国的什么鬼怪诅咒都是迷信的说法，叫罗琳不要被人骗了。罗琳则是激动地回了他一句，说我们都是香港道家协会的专家，而这位张默更是天师道的天师传人，不是什么骗子。他妈妈轻蔑地笑了一声，随后便叽里哇啦了一通，也不知说了什么，让张默一下子激动地跳了起来，对罗琳的后母说：“这位女士，中国的道家博大精深，和我们的道法比起来，洋人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骗人的玩意儿。”我被张默的反应吓了一跳，忙问三胖刚才罗琳后妈说了什么，怎么张默会这么个反应呢？三胖告诉我，
原来刚才罗琳的妈妈在说什么中国的道士都是骗子。如果罗琳真的对这栋房子的过去不放心的话，他可以去找教会的神父来别墅看看。比起罗琳胡乱找来的中国道士，教会的神父才更加可靠。我心想，难怪张默会有这样的反应啊！他堂堂一个龙虎山正一派的继承人，不但被人说成是骗子，还被人认为龙虎山的道门比不过洋人的教会，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不过张默这一番话说出去之后，罗琳的后妈却是眨了眨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表示。一直到罗琳把张默的话用英语再说了一遍之后，他才反应了过来，嘴里再度叽里呱啦了一通。感情这位华裔的后妈压根儿就不会半句中文，是一个标准的香蕉人，也难怪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黄皮儿白心儿的后妈说完之后，罗琳爸爸也开口说：“总之就是这样，我不管各位是不是真的骗子，但这是我的家，只有我和我的妻子有权决定邀请谁来做我们的客人，而不是我的女儿。因此很抱歉，今天就请各位回去吧，我们现在还要布置新房，告辞。”说完之后，罗琳爸爸便搂着他的太太返回了别墅，只剩下我们傻傻地站在原地，而罗琳则在一旁浑身气得发抖，都快急出了眼泪了。罗琳爸妈离开之后，我看罗琳那焦急的样子，忍不住替他问道：“张默，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就这样对罗琳爸妈置之不理？他们今天搬进别墅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意外啊！”张默眨巴眼睛，看了一眼罗琳，又看了看我，笑了一下说：“子九啊，你不用替罗小姐父母担心呢，他们就算是住进了别墅，也不一定会马上就出事。”罗琳止住了眼泪，抬起头问道：“真的吗？我父母真的不会有事？”张默点了点头。别忘了，住进别墅的人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了。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觉得这次事件里的诅咒应该会有某种特殊的激发条件，只有在别墅中的人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才会遭到诅咒的袭击。太好了！罗琳深吸了一口气道。不过虽然张默这么说了，但我却觉得他话里安慰的成分更多一点，因为既然过去住进别墅的5户人家之中，有4户都惨死在了别墅里，那么从概率上来说，别墅中的诅咒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就会触发才对。虽然是这么想的，但我当然不会把这个猜测在罗琳面前说出来。于是我继续问道：“可现在罗琳父母回来之后，我们就没办法进屋里进行调查了呀？那这次的诅咒，我们究竟该怎么解决呢？”张默看了罗琳和 Z 先生一眼，随后对后者说：“阿伦，你能先带着罗小姐到别的地方走走吗？我有些话呢，想单独和49他们几个商量一下。”你这家伙怎么老是那么神神秘秘的呀？嘴上虽然这么说，可 Z 先生还是老老实实的拉着罗琳远离了我们。在确认了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对话之后，张默便把我们4个人聚在了一起，随后压低声音对我们说道：“我其实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不管3721，直接就这样用武力闯进去。罗琳的父母只是个普通人，根本无法阻止我们呢。到时候49你和3胖可以负责把罗琳的父母弄出别墅，我和千姨则负责对别墅进行一次地毯式搜查。只要有充分的时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引起诅咒的东西找出来。”听到张默所谓的办法，我心里忍不住一动，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紧接着张默却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提议：“还是不行啊，这个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今身处的地方并不是大陆啊，而是台湾。在这里我们可没办法和在大陆办案一样，利用公检法甚至是军队的权威来强行做出这些事情。”张默对我们解释说，虽然我们的行为其实是为了罗琳父母好，可他们却未必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领情，因为我们这次来台湾并没有携带局里的记忆消除喷雾，记忆消除喷雾在局里属于特殊物品，不能带出大陆地区，在港澳地区也只有回收处的人有权使用，所以在事发之后，说不准罗琳的父母就会报警。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的话，那这次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惊动当地的警察机构，甚至
还有可能会引起基金会在台湾的情报人员的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无论是想要离开台湾，还是把与诅咒有关的物品从这里带走，都将困难无比。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都是点了点头，觉得他所担心的的确不无道理。当然，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张默可能少说了一个不能用这个办法的理由，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的话，那么接下来他原本期望的与林千怡一起在台湾的度假之旅恐怕就会化为泡影了。另一边，在看到我们也同样如此认为之后，张默又说道，如果这样的话，那眼下呢，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先从引发诅咒的条件入手。只要我们能搞清楚那些死去的人究竟在这栋别墅里做了些什么，才导致他们被诅咒杀死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不用直接进入别墅搜查，也能找到这次诅咒的源头啊。哎，这个有可能做到吗？过去住进别墅里的人不是都死了吗？三胖歪着脑袋问道。张默说，你们还记得第3起案件的受害者吗？他的儿子在事发前因为不在这栋别墅里，所以幸免于难。还有之前第3任房子的主人，也就是那个美国商人，他们一家在别墅里住了10几年也没有事情啊。如果我们能找到他们的话，说不定就能从中找出一些线索。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打算强行对别墅进行搜查的话，那张默的办法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因此没有再多做考虑，我们便异口同声地同意了他的提议。主意已定，张默便把 Z 先生和罗林叫了过来，对他们说出了我们的计划。他随后又对 Z 先生说，阿伦，我们几个人都在台湾人生地不熟的，所以想要找到他们目前的所在地，就只能靠你帮忙了。Z 先生笑了笑答道，没问题啊，我会托人去警署帮你们问问的。只是找人的话呢，我的名字应该能起到些作用。见 Z 先生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张默又看向了罗林，询问他的打算。罗林看了我们一眼，眼神之中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张先生，阿伦，调查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在你们找到线索之前，我想和父母一起住在这栋别墅里。那怎么行啊？我立刻反对道。阿莲，你是清楚住在这里的危险的，难道你就不怕出什么意外吗？但那是我的父亲和继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2个住在凶宅里，自己却躲得远远的。罗林异常坚决地回答道。见状，我正寻思着有什么借口能让他不要住在别墅里，张默却突然说，要不这样吧，虽然我们不能进别墅，但在外面监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罗林有些惊讶地说，监视？对。张默指了指我和三胖。阿伦那边找到几年前那个幸存的小孩和外国商人一家之后，我和千怡会负责对他们进行调查。罗小姐这边呢，就让49他们来负责保护你们。有他们在的话，万一别墅里发生什么意外，你也可以立刻找他们帮忙啊。这家伙，我对张默的安排心中自然有10000个不同意。虽然留下人来监视这栋别墅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可张默的布置里却明显饱含着自己的私心。要不然为什么不能让我和林千怡去调查线索，反而要把我和三胖留在这里负责监视呢？看到我沉默不语，张默却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样，竟然又对我说道：“49啊，你觉得我的安排有什么不妥的吗？我们4个人里，我和千怡是接受过诅咒事件最多的人，比起还没有什么经验的三胖和你，我们2个更有可能找到线索。我这话说的没错吧？”张默的话让我一下子有些哑口无言，心里虽然不服气儿，但却真的找不出什么借口可以反驳。再看看一旁一直盯着我看的罗琳，我心想，或许在这里监视保护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听了我们的谈话后，罗琳迟迟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复。对此我们也感到可以理解，因为让一群自己不过才认识了1天的人去监视自己的父母，就算这是为了自己父母的安全，他恐怕也需要一点时间来说服自己。不过这时候罗琳很显然的也想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在这栋别墅里开始生活，那他的父母就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虽然张默之前安慰他说不用太过担心，但他已经意识到，实际上他的父母在别墅内无意中引发诅咒的可能性，其实应该远远比张默所说的要高得多才对。
要不然，当初居住在这栋别墅里的5个家庭之中，也不可能竟然会有4个家庭惨遭诅咒的伤害。想通了这点之后，罗琳不再犹豫，答应了张默的提议。不过在同意之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希望我们监视时能尽量离别墅远一些，因为监视这种事情，如果让他父母知道了，他们的反应恐怕会比知道罗琳请人来做过法事还要激烈。毕竟在国外，监视行为可是严重侵犯人的隐私权的行为。听到他的请求，张默微微点了点头，四处张望了一下，随后指着别墅后的山顶方向说：幸好这别墅在山腰上，要不然还真难满足你的要求。罗小姐，你看那边怎么样啊？到时四九他们就在那里居高临下用望远镜监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那里距离你家也不太远。我顺着张默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他说的就是别墅正后方一处距离别墅大概600-700米的小树林，那里地势比较高，从别墅这边没办法看清树林里的动向，但从树林那边借助望远镜，却应该能清楚地观察到别墅里的动静，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监视位置。好的，那就拜托你们了。就这样，罗琳点头同意了张默的计划。最后，他给我们留了一个手机号之后，便匆匆返回了别墅。虽然已经打算搬进别墅里和父母一块居住，但罗琳还是必须得先征得自己父母的同意才行。而在罗琳走后，我们也随即下了山。既然已经决定了由我和三胖来负责监视并保护罗琳家人的安全，那在正式的监视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就必须先做好一些准备。这一次来台湾，因为不能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调查处的许多装备我们都没有带来，而要想进行长期的监视行动，没有装备那是不可能的。幸好我们身边还有 Z 先生这个地头蛇，他虽然只是一个明星，但却认识不少专职偷窥监视明星的狗仔队。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便搜集到了一套狗仔队用来监视明星使用的全套设备。而狗仔队的这些装备也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因为他们所用的一些设备甚至比我们749局配备的监视设备还要好，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夜视摄像机，从外面看漆黑一片，但用这种特殊的摄像机拍摄，可以把屋里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除了堪比间谍的监视器材外，Z先生还给我们安排了2辆轿车使用，这样子在监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躲在车里，免得受到外面山风的侵袭。而且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人监视，另一个人下山去洗漱或者采购食物。除了 Z 先生给我们准备的东西之外，身为这次监视行动的提议者张默，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什么表示。在我们把监视用的东西装上车的时候，张默把我拉到了一边，塞了一张符箓给我，随后告诉我说，这是他用精血所做的保命灵符，点燃之后可以及时驱除方圆1里之内的妖魔鬼怪。当张默告诉我说，当初他离开龙虎山的时候，一共只做了不到10张这样的保命灵符，如今为了我和三胖的安全，特意交到我的手上，希望我小心使用。张默说的真切郑重，我却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心想这家伙要不是为了有机会和林千怡独处，恐怕也不会这么大方吧。而且说起来，这次我们面对的不是诅咒吗？他给我一个驱鬼的灵符，能有用吗？这个问题张默也不敢打包票。我看他嘴里说的有些悬，心里更是有些生气。可我气归气，那灵符最后还是被小心地塞进了口袋里。因为用三胖的话来说，别人送你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准备好一切之后，我和三胖与张默他们道别，便各自开着一辆轿车前往了罗林家的别墅，开始了我们的监视计划。这一监视转眼间便过去了3天。在这3天里，搬进别墅的罗林和他的父母们果然如张默所说，并没有立刻就发生什么意外。我和三胖每天都躲在车里轮流用摄影机观察，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在监视开始之后的第4天，
罗林家里又搬进来一个菲佣。我和三胖远远地看着罗林老爸在阳台上悠闲地品尝着菲佣泡的咖啡，都是羡慕不已啊。比起他们，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要凄惨许多，因为在这4天里，我们基本上每天只能喝着矿泉水，啃着面包和饼干，睡觉也只能轮流在车里睡。好在这样的情况恐怕不久就要结束了，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张默那边传来了消息，在 Z 先生的帮助下，他们已经找到了当初第3起案件的幸存者，也就是那个存活下来的富豪小孩的下落。除此以外，曾经在别墅里平安居住了10几年的美国商人也有了消息。那位美国商人如今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曾经和他一块居住在别墅里的女儿却嫁给了一个台湾人，现在正居住在台南。就在与我们联系的时候，林千怡和张默2个人已经开始分头去上门拜访这2位与别墅有牵连的关系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迟今天晚上就能有结果了。到时候我和三胖就可以从这种苦日子里解放出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三胖正斜靠在树干上，看着架在一棵小树的枝杈上的摄像机，他双手抱在胸前，边看边骂道：这妈的，这个苦日子总算是到头来了，早知道监视这活会这么难受啊，我死活也不会同意和你一起来了。四九啊，张默那家伙不会耍我们吧？别到头他们那边今天晚上还搞不定就惨了。张默那么厉害，他既然说晚上能有结果，就应该有啊。我笑了笑说：没意思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四九啊，我要下山一次。我连忙从车里出来，走到摄像机边看了下，随后问他什么意思。三胖就告诉我说，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他要下山去泡一次桑拿。三胖还问我要不要也一起去。这几天里我们都是轮流下山休息的，还没有一起去山下放松过。我忙摇头说算了，我们都走了，那谁来监视罗林家里的情况呢？可三胖就告诉我说，监视个屁呀，都监视3天了啊！你看他们还不是好好的。我还是摇头。见到我不愿意去，三胖便不勉强，问了问我晚上想要吃些什么之后，便驾车走了。我看了看手表，看到现在不过才早上9点钟，可三胖却问我晚上想要吃些什么，便知道那家伙恐怕今天要在外面偷懒一整天了。可三胖可以偷懒，我却不行啊。为了确保最后的关头不会有意外发生，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继续盯着摄像机。好在这一天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平静。罗林家里除了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不过在大扫除的时候，那个新来的菲佣不知怎么着，突然往我这里看了一眼，好像是看到了我似的，还把罗林的父亲叫到了窗边，往我这儿指指点点。这一幕把我吓了个不轻啊！幸好我当时反应迅速，立刻拿着摄像机藏了起来，才没有被他们发觉。后来再把摄像机架起来的时候，那边也已经恢复了平静，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并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罗林一家已经早早地吃好了晚饭，可是我这一边，说是要给我带晚饭的三胖却迟迟看不到他的人影，给他打电话也一直是处于关机状态，把我气了个不行啊！心想这家伙说不定就是去看槟榔妹去了，因为在2天前三胖就曾经提起过，说他去买吃的时候偶然在山下看到有一条街，街边站着的全都是卖槟榔的槟榔妹，那些槟榔妹一个个穿着3点式，性感的不得了，还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看。三胖既然不回来，他保证的那些晚餐自然也没了指望，我只能回车里拿了些面包，一如之前几天的一样，就着点矿泉水啃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有些紧张的从摄像机前抬起头，随后离开了树丛，朝着别墅方向望去。就在通往别墅的小路上，我看到罗琳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正在往我这儿慢慢走来。远远的，他似乎看到了我，朝我挥了挥手，同时扬了扬手里提着的大塑料袋。
哎呀，你怎么来了？我看着笑盈盈走过来的罗琳，有些局促不安地说：“今天刚来的那个菲律宾阿姨做了些菲律宾菜，我想带点给你们尝尝。”接着，罗琳将手里的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上，随后用手在脸庞扇了扇风，有些吃力地说：“累死我了。咦，那个朱先生呢？”啊，他下山去买吃的了，现在还没回来呢。我怕罗琳因为知道三胖半路偷懒而生气，只好替那家伙掩饰道。与此同时，我随手翻开了塑料袋，发现里面都是一盒盒塞得满满的食物的玻璃饭盒。看着里面我和三胖2个人都恐怕吃不完的食物，我忍不住说：“这么多呀，我一个人恐怕吃不完吧？三胖那家伙应该是吃好了才回来的，吃不完就先放着嘛，等饿了再吃也行啊。我快渴死了，你这有喝的吗？”“有啊。”我快步跑回车里，但找了一圈，却发现车里只剩下了几瓶三胖留下来的啤酒，矿泉水什么的早就被我喝光了。对不起啊，只有啤酒了，你喝吗？给我吧。罗琳从我手里抢过了一罐，打开之后便仰头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转眼一罐啤酒就喝了大半，只把我看得目瞪口呆呀。一口喝好之后，罗琳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我，说道：“哎，女士都喝好了，你怎么好意思一口也不喝呢？”见他都这么说了，我只能有样学样，也给自己打开了一瓶啤酒。喝好之后，却看见罗琳一直在冲着我笑，她蓝色的大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如同蓝宝石一般。我正看得有些发呆，却听见罗琳突然对我说道：“四九，你是不是还在为了几天前的事情害怕我呀？”我先是一愣，随即便明白他说的是我不肯对他透露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件事。老实说，我的确是因为这件事情一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才好，可眼下这时候我只能硬着头皮摇了摇头。不过很显然，我的小心思早就被罗琳看穿了，只听他笑着说：“你就别装了，不愿说就不愿说吧，我也不逼你。不过……”罗琳拉长着音调，随后用手指戳在我胸口上，对我说道：“除了你的身份之外呀，你其他的事情总可以告诉我吧？”我想了想，有些纳闷道：“阿莲，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罗琳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你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顿时我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我忍不住移开了视线，低着头说：“你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人呢。其实比起别人，我要逊色得多了。”在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张默，不过罗琳显然并不赞同，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于是我便把自己加入749局之前的经历告诉了罗琳，随后告诉他：“你看，我只是一个孤儿，连大学都没有正经上过，这样的人能算是有魅力的男人吗？”“当然算了。”罗琳依旧毫不犹豫地坚持他的看法，这让我真的有些手足无措了。下意识的我回答他说：“你也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呢。”“哈哈，我吗？”罗琳有些夸张的指着自己说：“对于一个好几年都没有约会过的女人来说，你觉得她会有魅力吗？你好几年没有约会过？”我摇了摇头，一脸的不相信：“这不可能啊！”可话说完之后，却看到罗琳一脸的认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我便问他：“这是真的吗？”罗琳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才对我说：“是因为我的父亲，你也知道，我母亲已经走了，在他走了之后，父亲却很快便找到了我现在的继母。虽然我继母对我还算不错，可我对父亲的做法却很难赞同，以至于我在面对别的男人时，都会忍不住把他们的行为和我父亲套在一起，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其实都是一个德行。那我呢？49你不一样，在你眼里，我看不到其他男人眼里的那种欲望。”我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说的有些太夸张了。”罗琳也笑了起来。接下来我们2个心照不宣地转移了话题，我们一边吃着罗琳带来的便当，喝着啤酒，一边从彼此的过往经历聊到如今的现状。当然在聊天的时候，更多的是罗琳在说，我在听。不过尽管如此，我也觉得非常愉快，时间的流逝都感觉不到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有一道灯光照在了我和罗琳的脸上，我们立刻眯起了眼睛，朝灯光射来的方向看去。我还没有看清对面到底是谁，就听到有人说道：“罗琳，你怎么在这里啊？”糟了！听到这声音之后，我立刻暗道一声不妙，因为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罗琳的父亲。果然，在这个声音响起之后，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罗琳的父亲拿着手电筒从树林里钻了出来。一同出现的还有他那位继母。他们先是看向了我和罗琳，紧接着又把手电筒扫向了架在一旁的摄像机上。看到那东西，两个人立刻炸了起来。罗琳，这个人究竟在这里干什么？他是在监视我们吗？爸爸，你听我解释。罗琳惊慌地冲了上去，想要替我辩解几句，但他的父亲却怒气冲冲地把他推开，随后走向了我，说道：“这位先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你究竟在这里做什么？那个摄像机对准的是我的家吗？”我慌张地看着把我围起来的两位长辈，费力地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该怎么解释出现在这里的我以及那台摄像机。而这个时候，罗琳的继母也叽叽喳喳说了一通英文，罗琳的父亲就如同翻译一样，把他的话传达给了我。我妻子说，今天白天我们的佣人好像看到有人在监视我们，看起来就是你咯。当时我还以为只是佣人看错了，可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这位先生，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我今天看到阿林突然打包了一些食物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奇怪，看起来他是一早就知道你在这里了。我记得你那天阿林说请来破解诅咒的人里面就有你，你们究竟对阿林做了什么？为什么他竟然要一直坚持这栋别墅是凶宅？看到我回答不出来，罗琳想要帮我解释，却被自己的继母给拉住，还用英语吵了起来，场面一时间有些混乱。我在心里叫苦不迭，只后悔今天怎么没听三胖的。要是早上和他一块下山去的话，那我现在也不至于陷入如此麻烦的境地。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从远方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紧接着我们便听到了一个女人如同发狂一样的惊呼声。那个女人喊的虽然是英文，但她所喊的英文却是连我也非常熟悉的 help， 也就是救命的意思。等等，救命！我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也顾不上罗琳的父母，就冲到了摄像机前，也不使用什么红外线镜头，我一眼就看到远处别墅里有些不对劲儿。此时此刻，罗琳家的别墅好像发生了电路故障似的，整个别墅里的灯光都在忽闪忽灭，黑白交替间，我看到那名今天才搬到别墅里的菲佣，此刻正趴在1楼的一扇落地窗子前，双手不断用力地拍打着窗子，似乎是想要砸开窗子逃走的模样。而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竟然还立着另外一个模糊的黑影，那黑影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正一步步地靠近菲佣的身后。那是谁？谁在别墅里？我惊讶地转过头，罗琳一家除了那个新来的菲佣外，都在我这里啊。既然如此，那别墅里出现在菲佣身后的那个黑影究竟是谁？这个时候，罗琳也来到我的身边，他朝着摄影机里看了一眼，便发出了一声惊呼，随即也不和我们商量，便从树林里跑了出去，竟是径直冲向了自己的别墅。见状，我立刻也追了上去。罗琳的父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树林里愣了一会儿后，才从后面跟了上来。我在半路上追上了罗琳，拉着他说：“阿林，情况有些不对劲呢，你没有必要过去。”罗琳甩开我的手说：“那是我的家，四九，你有空在这拦着我，还不如赶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好怕那个菲佣阿姨出事情啊！”看到罗琳如此坚持，我没再多做劝解，转头朝着别墅的方向加速跑了过去。很快，我们两个便来到了别墅边上。别墅里原本忽闪的灯光，此时已经彻底熄灭了下来，整个别墅现在已经完全被黑暗所吞噬。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刚才还大声求救的那个菲佣，此刻却忽然不见了踪影。别墅里面静悄悄的，
再无半点声息。看到这一幕，我只觉得心头仿佛压上了一块重重的石头。不对劲，里面的情况相当的不对劲儿啊！另一边，罗琳在看到别墅的灯光全部暗了下来后，便冲到了房门前，想要把门打开冲进去，但却发现房门好像是上了锁，根本就进不去。于是他只能不断地拍着房门，用英语大声呼唤着那个菲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